來到成都的文書院，牆上掛了一句話：我做了快20年的廣告行銷，第一次覺得這句話將20年的人生公式這麼簡單的告訴我。基於這個感覺，我來到此。看見這句話，讓我感覺其實事情永遠都不難，莫名的讓我有了底氣以及信心，感覺在面對事情的時候，我可以變得更輕鬆了。最近很多人問我，廣告行銷圈是不是走到了盡頭？為什麼會這樣說呢？這一年下來，我感覺到每個平台的興起，我們要做的流量或者是行銷策略對應的工作會越來越多，在高壓絞盡腦汁的情況下，怎麼可以保持冷靜呢？那天在成都下着毛毛細雨，我們就這樣走進了文書院。我在這裡看到了15個字，直接刷新了我對成長的方程式。那個認知，其實我會很想要跟大家分享。其實啊，不管是行銷人、創業者，還是為生活打拼的普通人，我們的內耗啊，往往來自於大腦跟身體它不同步。這副對聯講的並不是道理，而是一種讓生命不再沉重的心靈科技。這個雨天來看到它剛剛好，心靜，我們才真正聽得見自己的聲音。現在排隊的人潮，排得到嗎？反正就是一個超級長。這15個字便是見了便做，做了便放下，了了有何不了。這句話包含了3個動作：執行、放下、自在。它本身就是一套完整的決策系統，就好像我們之前也曾分享過，我們要想，我們要感覺，然後我們就行動，最後我們就自在的放下，交給宇宙。這些話聽起來也許很簡單，但其實它也不太容易。你可以把它當做成避免內耗的使用說明書，因為大家總是喜歡儲存垃圾文件在大腦裡面。這3句話其實就是教你如何按下那個清除鍵。我們一句一句來幫大家把心裡的木馬程式給挖出來吧。見了便做，就是不讓念頭發霉的放在心裡。比如說有一個想法、創意的靈感，你去想，然後去做，才不會讓能量去卡在你的腦袋中，久而久之，它就會變成一個遺憾。就像你看，我見到了麒麟，我就上手摸了一下，心裡就感覺有好運，這就是能量在那裡，我們就立馬行動，帶着喜悅的感受，我想這就是最好的執行力。靈感啊，它其實就像流星一樣，如果你不馬上去接住它，那個頻率其實就會消失了，就會給別人了。所以啊，行動它並不是一個壓力，雖然有時候可能會因為恐懼，或者是心裡會覺得哪一些資源還沒到位，所以我遲遲不敢行動，你內心的那個匱乏感受啊，跑得比你還快。但是其實開始就是未來，見了便做，不是要你一步登天，而是去想下一步我可以先做哪一件小事，從哪一件容易的事情，讓你舒服的事情開始去執行。一旦當你動了起來，大腦的那個恐懼程式其實就沒有多餘的空間可以去運作了。也許我們就可以先去試試看這件事情咯。最難的是做了便放下。比如說提案提完了，就該去喝杯茶，而不是焦慮這個結果。人生很多時候貴在的是體驗，也許就是在想要完美之間，才會猶豫不決，才會使自己更焦慮，但壓力就持續出現，而就會變成了一個內耗的感覺。如果我們使用一個技巧，
我們每一刻都專注的在當下，把結果放下也是一個專注。放下就是我們對當下最自信的表現了。就像你看這炷香，煙升起來就散了，它不會抓着自己不放。那我們為什麼會放不下呢？是因為我們常常不自覺的想要當那個控制者。天氣啊，別人的看法，市場的反應，你通通想要掌控，通通想要管。其實放掉這些對結果的控制，你才會有更多的空間，讓更好的顯化流入到你的體內。聊聊有何不了？這句話真的很可愛。白話的意思就是看透了本質，其實也就沒有什麼大不了的。看懂了局勢，有時候是情緒起伏，但這只是一個體驗的過程。就算是挑戰的體驗，也會讓你在成長變得更有智慧、更通透。下次你就會再處理得更好。沒錯，其實痛苦它都只是暫時的雲霧，散了就好。你看剛剛的枯枝後面啊，天空一直都在，只是你從不同的面向去看它，它就會有不同的角度。這就是看清生命之後的灑脫，沒有什麼是從來不了的。下聯就藏的答案，覺生於自在。我想就很像我們頻道的宗旨，玄學的起點是覺察。在焦慮的時刻，心很亂，根本聽不了任何心理的聲音，你的覺察或是你的直覺就會變得比較弱。所以我們要時刻的先讓自己有意識的放鬆下來，放鬆下來之後就會很自在。那有些時候答案就會自己蹦出來了。其實這個自在啊，就是你的出場設定。你看在排燈的時候啊，我們什麼都沒有想，就只是把一盞一盞點好的燈放好在那邊。在那個放鬆的頻率裡面，你想要的一切，你許的願，這個時候才會主動朝你走來。這個就是不費力的方法。我在文殊院帶走了一個日常就可以使用的練習路徑，內耗清理3步驟。步驟1，見了便做，選一件你拖了最久的小事，看到就立馬做掉它，不跟大腦開會質疑說等一下才做，直接就開始動起來。步驟2，做了便放下，做完之後對自己說一句，我完成了，也盡力了，結果就交給宇宙吧。說出口之後，能量才會真正的鬆開。步驟3，睡前的覺察，問自己一句，我今天還抓了什麼，放不下了什麼，寫下來，不需要檢討，就直接跟他說晚安，我們明天見。3個步驟啊，連續做7天，你會發現你的心變輕了，不是事情變少了，而是因為你不再去握着那些不舒服的事情不放。這趟是一個心智提升的體驗之旅，一起練習拿回人生的主導權。當你的心變輕了，顯化就會超級快哦。對聯的4句，哪一句最戳你呢？留言告訴我們，我們下期見。